大家好，我是怡君老师，很久没拍影片了，不知道大家最近过得怎么样？你如果看到影片的开头，应该可以发现这些影片不是在台湾拍的。那你猜猜我现在人是在哪里呢？没错，我现在在法国的里昂。其实我去年8月底的时候就搬到里昂来住了，所以我现在在里昂已经住了半年多了。今天给大家看看我现在住的房间。从大门进来以后，右边是衣柜，我在门上贴了一个春联，这个春联是蛇的春联，因为今年是蛇年。这个春联是在一个工作坊的时候做的。工作坊是什么呢？工作坊是一个活动，在这个活动里，我们可以自己动手做一些东西。所以在过年前，我跟我的朋友一起去参加了一个工作坊，是一个台湾的艺术家办的。我们用他刻好的印章印在红色的纸上，变成我们自己的作品。如果大家有兴趣，可以去追踪他的 Instagram。从大门进来以后的左边是浴室，开一下浴室的门。这个浴室是身障友善的，所以有一些扶手。身障是身体障碍的意思，有些人因为意外或是生下来就没有手或是没有脚，这样的人就叫身障人士。对身障人士来说比较方便的环境，就叫身障友善的环境。所以像这个地方有扶手，就是一个身障友善的环境。另外，如果一个活动适合爸爸妈妈带着小孩参加，那像这样的活动，我们就可以说是一个亲子友善的活动。从浴室出来以后，左边是厨房，右边是书桌。我常在这里工作。书桌的旁边是一张床，这张床可以给2个人睡，所以叫做双人床。如果只能给1个人睡，就叫单人床。床的旁边有暖气。今天的天气非常好，现在大概外面是16度，不过到了晚上，太阳下山以后，大概只有5到6度左右，所以还是蛮冷的。不过现在白天的时候，你会感觉比较温暖一点。暖气的旁边是窗户，打开给大家看看外面的风景。今天的天气非常好。如果你想学比较不正式，或是说比较口语的说法，我们常说天气超好的。今天很适合在外面散步。大家可能发现，在窗户的旁边有一个枯死的盆栽，这个盆栽是罗勒。罗勒是大家常常吃的意大利面或是披萨上面会放的一种绿色的香草，它有很香的味道。那因为我很喜欢罗勒这种香草的味道，在台湾我们常说9层塔就是罗勒的一种，那台湾的9层塔的味道又更强一点。那我很喜欢这种香草的味道，所以我在去年冬天的时候就买了罗勒的盆栽，这是我买的第3个。那前面2个它们都枯死了，这个也一样。所以这种植物它应该特别需要阳光，还有
需要比较温暖的时候。那最近的天气开始慢慢变得温暖了，所以我打算再去买第4个罗勒的盆栽，希望这次它可以活久一点。在窗户的旁边有另外一张书桌，这里还有镜子，然后旁边有另外一张书桌，这里有一个电视，打开以后可以看法国的电视节目或是新闻。介绍完这个房间以后，我想比较一下在法国的房间跟台湾的房间有什么不同。我想说的一共有3个：大小、暖气和房间的类型。首先说到大小，这个房间的大小是25平方公尺，在中国会说25平方米，但是在台湾我们不常说米，我们会说公尺，意思是一样的。所以我说这个房间的大小是25平方公尺。可是有一点麻烦的是，在台湾我们不常说到房子或是房间的大小的时候，我们不常说平方公尺，我们更常使用的是平这个单位。一平大概是3.305785平方公尺，所以在台湾25平方公尺的房间，我们会说大概是7.5平。这是你如果想在台湾租房子或是买房子的时候需要知道的事。在欧洲，我们经常使用暖气，在台湾没有暖气。在欧洲，虽然现在已经是3月了，天气开始慢慢变得比较温暖，但是早上和晚上没有太阳的时候，还是感觉非常冷，所以需要使用暖气。在台湾呢，跟欧洲比起来，台湾冷的时间没有欧洲这么长。在台湾最冷的时候是12月到2月的时候，最冷可能会到8到10度这样的气温。可是不是每天都这么冷，可能有几天是这么冷，但是过了几天以后又会回到17到18度。因为这样，所以有冷气比暖气更好用。不过现在也有一些冷气机有暖气的功能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台湾人的习惯也在慢慢的改变。第3，房间的分类。在法国，像这样的房间会叫 studio， 就是厨房和睡觉的地方中间是没有隔间的。在台湾，我们分类的方式有一点不一样。你常常会听到的2个词，一个是雅房，一个是套房。它们2个的区别跟厨房是不是分开的没有关系。套房指的是在这个房间里住的人有自己的浴室。雅房的话，房间里面没有自己的浴室。所以在台湾，像这样的房间会叫什么呢？没错，我们就会叫它套房，因为我有自己的浴室。那你可能会想，雅房没有自己的浴室，那要在哪里洗澡和上厕所呢？我说没有自己的浴室，意思是在房间里没有浴室，所以浴室是在房间的外面，你需要跟别人一起使用这个浴室，我们叫共用浴室。所以如果你住的是雅房，一般来说你会有室友。在中国有时候我们会叫同屋、室友或是同屋，总而言之就是跟你一起住的人。
另外，在台湾你租的地方不一定会有厨房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台湾人常在餐厅或是小吃店吃饭，我们叫外食。你可以说台湾人常常外食。所以在台湾有很多人住的地方是没有厨房的。如果你想在台湾租房子，需要看清楚这个房子的广告上写可开火还是不可开火。可开火的意思是在这个房间的里面可能有厨房，或是在房间的外面，你需要跟其他的室友一起共用厨房。那如果是不可开火，当然你就是不能在房间里面做饭，也可能是因为在这个房间里面没有厨房可以使用。那你可能会好奇，在台湾外食的话需要花多少钱呢？这要看你住的地方是大城市还是乡下，需要的花费可能不太一样。不过一般来说，大概是3到5欧元，你就可以吃得饱了。跟台湾比起来，在法国外食贵得多。如果你点了一个餐，再加上一个饮料，最少就要花20欧元以上。这说明了为什么厨房对欧洲人来说是很重要的。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了台湾的住房跟法国的3个差异：大小、暖气和房间的类型。你现在住的地方跟台湾的比较像，还是跟法国的比较像呢？这些不同其实反映了一个地方的生活习惯和气候的差异。不知道你比较习惯哪种方式呢？像在台湾外食很方便，好处是你可以省下做饭的时间去做其他的事。另外，对不喜欢做菜的人来说，这也是一件很方便的事，因为不必去超市或是市场买菜。但坏处是在外面吃饭比较不健康，外面的菜比较咸，也比较油腻。像我喜欢自己做饭，我也重视吃得比较健康，所以我觉得在法国的这种生活方式非常适合我。当然，在台湾你也可以租有厨房的房子，只是这样的房子的房租会比较高，你需要花比较多钱，这都取决于你自己的选择。我说取决于，意思是这得看你自己的选择。如果你想要用比较正式的说法，可以说取决于。另外一个例子，你也可以说，明天我们能不能出去玩，要看明天的天气。那你想要比较正式的说法，你就可以说，明天能不能出去玩，取决于明天的天气。那今天就跟大家说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，欢迎在下面点个喜欢。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，欢迎到 Buy Me a Coffee 上赞助我，支持我做更多内容。在 Buy Me a Coffee 上，你也可以看到这支影片的逐字稿，学习上面的一些重要生词。那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，拜拜。